黄团长接到上级任务，要从文工团抽人去鹿劝县慰问演出，队员们都面面相觑，他们都不想去那么艰苦的地方。贺红玲主动要求去鹿劝县演出，她因为受凉高烧不退，被老乡送到附近医院。叶国华和黄团长闻讯来看他，贺红玲昏迷中喊着肖春生的名字，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，贺红玲一直高烧，医生建议使用古巴进口的抗生素，一旦转成心肌炎就麻烦了。叶国华立刻打电话四处寻医问药，终于打听到30里外的县城医院有那种药。叶国华连夜骑车赶过去拿来药，贺红玲很快退烧，他对叶国华感激不尽。肖春生和童小梅开始热恋，两个人有说不完的情话。童母想见肖春生，肖春生既紧张又高兴。陈红军为了让叶芳对他刮目相看，他在海关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，很快得到领导的赏识，他混得风生水起。童小梅亲手做了饭菜给叶芳送来，叶芳随口问起肖春生的工作问题，童小梅想等肖春生调整过来再说。齐天的商店生意兴隆，萧艳秋和齐天忙得不可开交。萧艳秋听说郭黑子和赵小慧因为要孩子的事吵架了，就来找郭黑子了解情况。郭黑子整日无所事事，和朋友们凑在一起打麻将。郭黑子向他大吐苦水。赵小慧从游泳队退役以后，当了服装模特，穿着性感的衣服在台上表演。萧艳秋苦口婆心劝说，郭黑子才硬着头皮回家。赵小慧把这2天赚的钱给郭黑子，郭黑子嫌他的钱脏。赵小慧练练解释模特也是一份正经工作，郭黑子才稍稍释怀。肖春生买了礼品去童家拜访，他既兴奋又紧张。童小梅鼓励他不要害怕，肖春生鼓足勇气跟他回家。童母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招待他，童父简单询问他们恋爱的经过，又问起他工作的事。童小梅赶忙从中解围，声称肖春生想自主创业。饭后，童父把肖春生叫到书房谈心，他看出童小梅对肖春生的感情，希望肖春生不要辜负这份感情。肖春生连连保证会善待童小梅。肖春生一有空就到公园听大爷们闲聊，了解了社会的现状以及市场经济的行情。肖春生和齐天来饭馆吃饭，从好朋友大虾米口中得知国营饭店越来越不景气了。齐天向肖春生透露进口烟的生意很赚钱，他想和肖春生合伙做生意。海关即将成立缉私队，陈红军想把肖春生介绍到那里工作，叶芳坚决不同意。陈红军心意已决，还搬出他不要孩子的事，叶芳才勉强同意，只是撂下一句话：陈红军迟早会后悔的。李尚游从深圳带小电器到北京，转手就能挣1半，可他不甘心，如果他自己带货过海关，到北京能赚3倍。李尚游用声东击西的办法顺利通过海关的检查，手下的兄弟来深圳投靠他。陈红军让肖春生去海关缉私队上班，齐天想和肖春生做进口烟，肖春生都不想做，他想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事。童小梅尊重他的决定，肖春生不想待在家里吃闲饭，想先去缉私队过渡一下。童小梅如愿考上康复医院，肖春生设宴为她庆祝，叶芳、萧艳秋和齐天都来参加。陈红军姗姗来迟，通知肖春生被缉私组录取了，大家一起为肖春生祝贺。肖春生一早换上海关制服，正式上班。他工作认真负责，一丝不苟。同组的老队员曹彪因为没有分到房大发牢骚。肖春生听说陈红军正好管分房的事，就来找他打听原因，才知道曹彪举报薛副处长的缘故。肖春生为曹彪鸣不平，陈红军劝他不要为了别人的事瞎操心，答应等薛副处长调走以后再考虑曹彪的事。肖春生把陈红军、曹彪和薛副处长叫到一起，直截了当质疑薛副处长打击报复，不给曹彪分房的事。薛副处长以为陈红军和肖春生合伙算计他，赌气扬长而去。陈红军回家向叶芳大吐苦水，叶芳埋怨他不该把肖春生安排到缉私队，陈红军被说得哑口无言。肖春生为人正直，助人为乐，很快就赢得同事们的信赖。每次单位聚会，肖春生都是焦点，陈红军感觉很落寞。转眼到了春节，叶国华和贺红玲要回北京办结婚手续，肖春生请他们到家里聚一聚，还把郭黑子和赵小慧也一起叫来。肖春生亲自到楼下等叶国华和贺红玲，童小梅陪他一起等。叶国华想先回家看父母，派人给肖春生送来很多衣服和礼品。除夕夜，贺红玲看到窗外烟花灿烂，她的心里百感交集。叶国华陪她一起看烟花。初一一大早，叶国华和贺红玲来看肖春生，看到肖春生已经恢复如初，他们都很高兴。童小梅随后下楼来迎接叶国华和贺红玲，肖春生很自然拉住她的手。
肖春生紧紧拉着童小梅的手不放，满含深情地看着她。童小梅以主人的身份欢迎叶国华和贺红玲，还亲手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他们。贺红玲看到肖春生和童小梅如此恩爱，心里酸溜溜的。叶国华夸肖春生和童小梅是天生一对。郭黑子提前祝贺叶国华和贺红玲早日修成正果。贺红玲表情冷漠，一言不发。肖春生赶忙岔开话题，和大家一起举杯。郭黑子兴致勃勃讲起当年肖春生在冰场替叶国华追求贺红玲的趣事。贺红玲差点翻脸，齐天赶忙从中调和，打听叶国华和贺红玲的婚事。叶国华想回部队再说，贺红玲当场宣布就这几天举行婚礼，大家一起向他们表示祝贺。郭黑子又提起冰场的事，贺红玲提议大家明天一起去滑冰，和过去的青春彻底告别。肖春生本不想去，童小梅也想去滑冰，他满口答应。饭后，叶国华独自在房间里黯然神伤。肖春生找他谈心，透露童小梅就是他心心念念的书库女孩。叶国华也替他高兴。肖春生劝叶国华和贺红玲好好过。第二天一早，叶国华和郭黑子等人先后来到冰场。贺红玲特意穿上当年的那身衣服，她独自站在冰场等肖春生，任凭叶国华苦苦相求，还是一动不动。肖春生和童小梅手拉手来到冰场，童小梅找借口把叶国华叫走。肖春生邀请贺红玲和他一起滑冰，贺红玲欣然答应。叶国华和童小梅穿着冰鞋坐在一边，看着肖春生和贺红玲在冰场飞舞，他向童小梅大吐苦水。他们俩一直都是配角，童小梅却不这样认为，她从来不奢望做主角，甘愿当肖春生的配角。贺红玲听到冰场放了当年的那首曲子，她心里百感交集。肖春生给她泼凉水，提醒她已经今非昔比了。肖春生现在就认准了童小梅。贺红玲遗憾当年没有跟肖春生回北京，否则就没有童小梅什么事了。肖春生劝她不要胡思乱想，然后就拉着童小梅回家了。贺红玲望着肖春生和童小梅的背影，眼泪不由自主流了下来。童小梅让肖春生教她滑冰，肖春生坚决不干，他就喜欢童小梅拉着他的感觉。肖春生带着童小梅来到那间书库，两个人故地重游，不由得想起当年的在这里未曾谋面的邂逅。肖春生承认他早就开始爱上童小梅了，只是一直不敢面对。童小梅默默守候肖春生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肖春生的表白，童小梅感动得泣不成声。肖春生向她求婚。贺红玲把新房收拾好，还准备了喜糖。她拿出肖春生在冰场门口贴的那张画像，想起和肖春生在一起的甜蜜过往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把那张画像扔进炉子里烧成灰烬，也和过去的美好彻底告别。童小梅和肖春生的感情越来越好。叶国华和贺红玲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之后回到部队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。好朋友小六和向东复员回北京，肖春生亲自来接他们。赵小慧如愿成为首席模特，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几乎不回家。郭黑子的猜忌心再次作祟，他带人砸了时装发布会，还把赵小慧从台上揪下来痛打一顿。警察把郭黑子带走。肖艳秋闻讯赶来，看到赵小慧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心里唏嘘不已。赵小慧要和郭黑子离婚，拜托肖艳秋把离婚协议书交给郭黑子。赵小慧收拾行李离开，肖艳秋劝她等郭黑子回来说清楚。赵小慧和郭黑子打打闹闹这么多年，她已经忍无可忍。郭黑子被放出来，可赵小慧已经不辞而别了，她追悔莫及。陈红军如愿升任处长，肖春生请来小六、向东和齐天等人为他庆祝。齐天当众表态会让肖艳秋和他们未出生的孩子幸福。饭后，陈红军借着酒劲向叶芳提出要个孩子，叶芳断然拒绝，他们婚前就商量好不要孩子。陈红军认为叶芳不爱他，叶芳不想解释太多，这更让陈红军气不打一处来。部队要大裁军，文工团面临被裁撤的命运。贺红玲不想离开，求黄团长帮忙把他留下来。黄团长透露团里会留下几个业务骨干，贺红玲求叶国华帮他留下来，叶国华反而劝他转业去地方发展。叶国华和贺红玲休假回北京，陈红军请他和好朋友们聚一聚。小六、叶国华和向东早早赶到，肖春生有事不能来。向东复员以后下海做生意，现在做得风生水起。叶国华心生羡慕，小六和陈红军一旁煽风点火，坚信叶国华也是做生意的好手。叶国华越想越不平衡，贺红玲不想听他啰嗦，着急去车站买票。贺母来齐天的店里买东西，齐天给他一些鸡蛋和蔬菜。贺红玲来接母亲回家，母亲到处寻医问药，想让贺红玲早日生个孩子。贺红玲想把留在部队的事安顿好再说。
黄团长宣布了文工团裁撤的命令，让他们走之前进行最后一次汇演。贺红玲来找叶国华求助，叶国华已经申请转业回北京了，劝贺红玲和他一起回去。贺红玲不想脱下这身军装。郭黑子拿出所有的家底，进了一批进口烟，结果被海关查扣。他带着礼品来找肖春生求助，肖春生答应帮忙问一下再说。贺红玲没日没夜练琴，想在最后一场汇演中好好表现一下。叶国华劝他一起回北京，贺红玲坚决不干。叶国华苦口婆心劝他。肖春生向仓库管理员小刘打听到郭黑子那批货是进口香烟，因涉嫌走私根本没办法要回去。肖春生只好来找郭黑子摊牌，劝他不要再干违法的事。郭黑子本想让肖春生把海关扣押的那批进口烟要回来，肖春生不但不帮忙，还苦苦规劝郭黑子悬崖勒马，就当那批烟不存在。郭黑子害怕齐天骂他，拜托肖春生瞒着齐天。贺红玲办好转业手续，叶国华来接他回北京。贺红玲依依不舍离开部队大院，想起在文工团努力拼搏的日日夜夜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陈红军早早下班回家，精心准备了一大桌子菜，再也不提要孩子的事。叶芳心里很不安，觉得越来越看不懂陈红军的心思。齐天和萧艳秋的小店生意兴隆，他们俩忙得不可开交。街坊大妈劝萧艳秋尽快要个孩子，还给她提供生孩子的秘方。郭黑子拿出所有积蓄压在这批进口烟上，瓶盖四处借高利贷，想借此打个翻身仗。结果那批烟被海关查扣，瓶盖被债主痛打一顿。郭黑子来找齐天求助，他看到齐天的日子过得温馨幸福，实在张不开口，就胡乱找借口离开了。郭黑子走投无路，再次来找肖春生，在楼下遇到陈红军，他把陈红军叫出来谈判。郭黑子扬言要去公安局举报陈红军当年打伤他眼睛的事。陈红军被逼无奈，只好答应帮他把那批烟弄出来。李上游突然出现，让郭黑子把此事都推到肖春生身上，答应事成以后让他见赵小慧。郭黑子只好照办。陈红军让李上游写一份举报信给纪委，举报他对肖春生任人唯亲，包庇他。李上游满口答应。经过陈红军从中斡旋，郭黑子顺利把那批烟从海关的库房拉走，然后送到齐天的小店。郭黑子把卖烟的钱分给瓶盖等人，没想到警察突然找上门来，把他们全部抓走。肖春生涉嫌帮郭黑子取走走私进口烟被调查，纪委出具了肖春生签字盖章的出库单。多亏肖春生把经手的出库单都留档，而且每一张都有编号。纪委工作人员仔细检查每一张单据，要查清楚以后再说。肖春生心事重重回家，童小梅陪他喝酒散心，劝肖春生辞职回家。肖春生苦笑不语。纪委收到李上游的举报信，把陈红军叫去问话。陈红军承认他推荐肖春生来海关工作，他因用人不当被问责。肖春生的罪名落实，他决定从海关辞职。陈红军精心设计，把肖春生赶出海关，还假惺惺请肖春生喝酒。陈红军心里暗暗发誓，尽全力向上爬，争取做到更高的位置。叶国华回到北京，就开始搞市场调查，想尽快找到赚钱的门路。贺红玲对部队的日子念念不忘，期盼着文工团的考察结果尽快出来。叶芳在陈红军口袋里发现了李上游的名片，就打电话给他，拐弯抹角问出陈红军昨天还去找过李上游。肖春生辞职离开海关，同事们都不舍得他离开。陈红军偷偷站在窗前，望着肖春生的背影消失不见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肖春生来医院找童小梅，童小梅看出他有心事，对他嘘寒问暖。陈红军心情大好，下班特意买了叶芳爱吃的酱肘子。叶芳问起肖春生的事，陈红军后悔当初没听叶芳的话，擅自做主把肖春生介绍到海关缉私队。肖春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，结果被迫辞职。叶芳当面拆穿他，早就想把肖春生赶出海关，又不愿意落下不讲义气的骂名，就和李上游联手陷害肖春生，让陈红军向肖春生说清楚。陈红军坚决不干，还振振有词。叶芳来找肖春生谈心，肖春生后悔去海关缉私队，最后还连累了陈红军。叶芳欲言又止，不忍心把真相告诉他。叶芳回家找陈红军问责，陈红军以为叶芳把他和李上游的阴谋告诉肖春生，冲叶芳大呼小叫，还搬出以前的事羞辱叶芳。陈红军来看肖春生，看到他和平时没什么两样，才彻底放下心来。肖春生想去云南昆明看老战友，童小梅要参加考试，不能陪他一同前往，对他千叮咛万嘱咐。贺红玲到新乐团倍感压力，为了保住首席乐手的地位，废寝忘食的练琴，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地，多亏叶国华及时赶来，把他送到医院。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，
贺红玲腹中的胎儿没保住，叶国华伤心欲绝。肖春生来到昆明刑警队找段磊，两个人多年未见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段磊一眼就看出肖春生有心事，肖春生向他大吐苦水，把郭黑子打着他的名义走私，陈红军设圈套，把他赶出缉私队的事说出来。段磊对他好言相劝，肖春生得知段磊腿里还有钢钉，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，